乌军突破2道马奇诺防线，俄军费尽心机却帮了乌克兰打了工。首辆 M270 被击毁，乌军俘获一辆 T90M， 却抱怨驾驶体验太折磨。超过45000名乌克兰女性自愿加入军队，她们为何奔赴战场？8月18号，乌克兰军队继续在库尔斯克挺进，并且拿下了距离边境线24公里的谢苗诺夫卡。这是乌克兰军队在解放苏甲后的再次占领的又一重要据点。据俄罗斯博主透露，为了阻止乌军继续推进，俄罗斯在苏甲外围围绕谢苗诺夫卡村、普列霍沃村等多个定居点部署了2层工事。这些工事呢是由反坦克锥、反坦克堑壕组成。俄军部署这些防御工事，原本设想是逼迫乌军从他们设想的防线缺口处进攻，以便兵力不足的俄军部队进行集中防御。同时，这些防线缺口也能成为未来俄军反攻的通道。但他们没想到的是，在该方向驻守的俄军部队在和乌军短暂接触后就选择了投降，如488摩托化步兵团、17国土防卫营等等。而驻守防线缺口的俄军部队投降后，这些库尔斯克外围的防线就被乌军完全控制，成为了真真正正的马奇诺防线。甚至未来乌军也能利用这些防线来阻击俄军。这下俄罗斯真的是可谓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8月17号，俄罗斯国防部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了一段视频，声称其武装部队使用伊斯坎德尔 M 战术弹道导弹，成功摧毁了位于乌克兰苏梅州的一辆美制 M270多管火箭发射系统。俄罗斯军事博主声称，这又是对乌克兰军队的又一次重大打击，因为该武器在乌克兰的数量极为稀少。然而打脸很快就来了，第2天乌克兰就放出了几组图像。原来那个所谓被俄军摧毁的 M270，其实是由捷克公司制作的模型，专为诱骗俄军火力而生的。虽然近看破绽很多，不过在100米开外，尤其是在无人机眼里，它和真的 M270几乎没有区别。右耳的躯干由合成丝制成，并且呢 ，M270发动机的位置还有一个发热源，以欺骗红外摄像头。同时，由于其使用了金属骨架，所以它在面对轻型武器和爆炸物时，也不会出现很大的破绽。事实上，乌军利用假饵钓上俄军的伊斯坎德尔导弹，在最近一段时间非常常见。上个月，俄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俄军利用弹道导弹摧毁了2个位于乌克兰中部城市克里维里赫以及敖德萨的乌军机场，摧毁了包括 F-16在内的13架乌军战机。然而第2天，乌克兰空军司令奥列修克就在电报群里表示，俄军又被假模型给骗了。在军事行动中，欺骗一直被视为不可或缺的要素，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当前的俄乌冲突中，双方正在展开一场围绕武器模型的对抗，从假坦克、假火炮到假飞机，无所不用其极，旨在分散对手的注意力，并且保护真正的高价值目标。但显然，俄军在这方面呢，保留了原有粗犷的行事风格，如同乌军那样精致。例如，在远离前线的俄空天军恩格斯2号基地，俄军在机场用喷漆绘出了图95的图案，以欺骗卫星图像。然而粗心大意的俄军飞行员后来又将一架苏34停在了油漆上。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专家指出，随着冲突的持续，乌克兰和俄罗斯都需要在近距离观察对手的同时，更明智地部署假目标。这场用日益复杂的假装备消耗敌方火力、增强己方生存能力的过程，已经演变成了一场诱饵军备竞赛。在库尔斯克地区第80独立空降突击旅的一名士兵分享了他们是如何成功俘获一辆先进的俄罗斯 T90M 坦克的故事。这段英勇事迹通过该旅的新闻服务部门以访谈形式公之于众。其实这段故事呢，并不那么惊心动魄，甚至还有点搞笑。看过大兵前几期视频的朋友或许还记得，第80威迪威旅是乌克兰机动性最强旅之一，也是进入库尔斯克州展开特别互动行动的先头部队。
所以当他们突破边境线进入俄军阵地时，大部分俄军还是没有反应过来。一名俄军试图发动这辆 T90， 但经过数次尝试却失败了，被一直暗处观察的乌军连坦克带人一同俘虏。在俘虏坦克之后，乌军将其开回了乌克兰，但碰上了和那名俄军同样的问题，坦克无法发动。经过检查才发现，这里的俄军平时疏于对装备的保养，以至于坦克电池是完全没电了，也没有发觉。但后来乌军为其换上新电池以后，依旧很难启动。乌军实验了10次才成功。要知道 T90M 在2019年才首次服役，很难想象这是一辆出厂不到6年的俄罗斯先进坦克。在返回乌克兰途中，这辆坦克又停火了数次，每次对于乌军驾驶员都是一种折磨。看到这里，大兵都怀疑这是不是俄军故意留下的，以摧毁乌军的精神呢？总而言之，最终这辆坦克还是被拉到了苏梅市的乌军基地。为了纪念这一壮举，他们给这辆战利品坦克起了一个亲切的名字——馅儿饼。很快拿到新玩具的乌军就想尝试驯服这头倔牛，但很快呢，负责实验的乌军车组就抱怨 T90M 的杠杆操作起来就像在开1964年出厂的 GAZ66卡车一样别扭。同时，车内空间也十分狭小，座椅设计十分不合理，坐一会儿就腰酸背痛，炮塔转动起来就像落枕了一样。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乌克兰坦克成员首次对俄军新坦克发表负面评价。尽管这些坦克经过了相对现代化的改造，但其车载系统和火控系统的可靠性却饱受诟病。乌军这次俘获的 T90是自俄乌战争开战以来俄军损失的第101辆了。事实上，之所以这辆 T90坦克如此难用，除了本身的质量问题，俄军疏于日常保养维护也是原因之一。目前，俄乌几乎完全不具备在前线的维护和维修能力。例如，整个南部战线仅有一个位于克里米亚的维修工厂，俄军在战场上有任何装备损坏，都只能将其拖回到这里维修。但这样做实在太麻烦了。因此，相比于维修，俄军更倾向于将有毛病的坦克直接抛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能看到乌军无人机打击那些看似完好却无人驾驶的俄军坦克。而且，就算拖回来，俄军也基本不会维修。常用的维修方法是更换整个组件。例如，如果一辆车的底盘损坏，俄军不会说换个车轮或者其他零部件，而是会将整个底盘换成新的。如果坦克的发动机损坏，也不会进行修理，而是安装新的发动机。在这种情况下，导致俄军前线的日常维护能力越来越差。面对一些小毛病，俄军都会忍耐，因为返厂大修十分浪费时间。但这种松弛感往往会导致俄军驾驶员在战场上因这些小毛病而丢了生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战线。乌克兰军队在库尔斯克州的突出部继续攻势，并且在苏贾东南方向取得了一些进展。有视频显示，俄军在北马尔季诺夫卡袭击了乌克兰装甲车，表明乌军已经接近该地区。同时，乌军在科列涅沃郊区及多个周边地区，例如科马罗夫卡、奥尔戈夫卡等地发起攻势。乌克兰空军对兹万诺耶的谢伊姆河桥梁进行了空袭，桥面受损严重。该桥是俄军重要的后勤通路。有消息称 F-16进行了这次攻击，但大兵没有找到实锤证据。而在哈尔科夫地区，俄军在哈尔科夫北部和东北部发起了地面攻势，但没有显著进展。乌克兰哈尔科夫部队报告，俄军突击队在赫里伯克附近重组，攻击速度减缓并加固防御。俄军第4志愿侦察突击旅和第1009摩托化步兵团在沃夫昌斯克附近活动，同时该地区滑翔炸弹袭击次数有所减少，可能是因为大部分俄空天军都在专注于库尔斯克战事。在卢甘斯克州，乌军继续在西维尔斯克推进。8月19号，乌克兰军队在该地区的持续战斗中重新夺回了伊万诺达里夫卡东郊的一些阵地。乌军表示，最近俄军在该地区的防御能力出现了明显弱化，这可能是由于该地的俄军主力被调往了库尔斯克。而相对的，乌军的某些方向也因增援库尔斯克而出现了弱点，例如托列茨克。8月18号，
俄罗斯军队控制了纽约村的大部分地区，并且可能已经占领了该定居点，同时还在托列斯克东部的皮夫尼奇内推进，进入了乌军的口袋阵中。乌克兰总参谋部报告说，8月18号上午，俄军在皮夫尼奇内附近用12辆装甲车进行了加强连级机械化攻击，而乌克兰军队击退了袭击，并摧毁了10辆装甲车。从2024年6月中旬对托列斯克地区发动进攻以来，俄军没有在该地区进行任何大规模的机械化攻击，这是俄军首次在该地进行了一定规模的机械化攻击。从整体来看呢，乌军依旧保持着一定优势，因为虽然俄军在东部战线保持推进态势，但速度没有明显加快，反倒是库尔斯克。已经过去1周了，俄军不仅没有阻止乌军在该地的脚步，反而投降的人数越来越多。据乌克兰国防部消息，乌军在第1周就俘虏了2500多名俄军，而之前乌军手中只有2500人的俄军俘虏，这一下直接翻了1倍。如今轮到俄罗斯开始求着乌克兰进行交换俘虏了。总而言之，乌军在库尔斯克的策略是成功的，在俄军主力部队赶到之前，乌军会继续保持这种优势。7月11号，乌克兰副总理奥尔哈斯特凡尼西亚证实，目前超过67000多名乌克兰女性在乌武装部队内服役，同时有1万多名妇女在乌克兰前线执行战斗任务。这一数字标志着在俄乌战争中担任战斗角色的妇女人数显著增加。乌国防部此前报告称，超过67000名女性在乌克兰武装部队服役，高于2022年的41000人。值得一提的是，乌克兰女性目前不在动员范围之内，动员只适用于25到60岁的男子。2023年12月，乌克兰国防部批准专为女性设计的防弹衣，这是同类产品中的第1款。新背心具有弯曲的装甲板和较窄的肩部，以更好地适应女兵，由乌克兰装甲公司在国内制造。然而，更多的乌克兰女性即便没有被动员，她们也依旧主动参与了军事训练，以备将来可能的需要。一些组织专为女性提供军事训练，乌克兰女武神非政府组织便是其中之一。自从全面战争开始以来，该组织已经培训了超过1500名女性，让她们掌握了基础军事技能。2024年6月30号，乌克兰摄影记者在基辅郊外的森林中拍摄了几次全女性军事训练，目睹了学员们的经历，了解了他们的动机。这些学员在训练中学习如何使用武器，如何进行战壕作战，以及应对现实战争中的各种情况。22岁的维多利亚·霍洛夫科是一位来自波尔塔瓦州的服装造型师。在俄罗斯入侵开始后的几天里，他被迫从生活和学习的城市哈尔科夫逃离。在他的2位堂兄参军后，他对军旅生活产生了兴趣。然而很快噩耗传来，他的一位兄长在巴赫穆特战役中牺牲，堂兄的牺牲极大地激励了他，他主动加入到社会组织，以帮助前线的平民和军人。在一次前往顿巴斯和赫尔松的行程中，维多利亚接受了士兵们的初步军事训练。看过前线遭遇俄军侵略和轰炸的地区后，他坚定了参军的想法。为了掌握更多技能，他加入了非政府组织，开始了训练课程，包括军事和医疗训练。但是由于乌军每个季度招募的女兵名额是有限的，他始终没能选上。目前，维多利亚依旧以志愿者的身份在2线为军队和居民提供救助。除了年轻女性外，一些中年女性也加入到战斗中。例如49岁的瓦伦蒂娜·雅里什，她本来是一位来自博罗江卡的数学老师，独自抚养着2个儿子和1个女儿，好不容易将长子抚养长大，俄军的到来却摧毁了她的一切。俄军为了占领博罗江卡，从2022年2月24号起就炸断了该市通往基辅的桥梁，同时对城内进行了猛烈轰炸和炮击。他和女儿带着3岁大的小儿子侥幸逃生，他花了1年时间才从占领的经历中恢复过来。后来他去了波兰帮助女儿照顾儿子几个月，但最终他还是回到了乌克兰。回想起占领期间的经历，瓦伦蒂娜感到极度无助，但他意识到只要俄罗斯还在乌克兰领土里，未来他可能要再次面临类似情况。
他必须做好准备，因此他决定接受军事训练。他希望能够成为一名游击队员，或者加入地方防卫部队，在紧急情况下保护自己和家人。正如乌克兰副总理所说的，在乌克兰，女人和男人一样，拥有保护家园的能力。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